带来一款全新的一个秦 L， 是我们比亚迪王朝网的一款秦 L。当前的话，这款车型售价为99800到139800的一个售价。当前我们这款车型的话是一个129800的一个配置，相当于是一个次顶配。那我们其实这款车呢，最大的一个卖点是在于它的一个能耗。现在的话，油量大概还有60-70%的一个油量。目前的话显示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仪表盘上面显示一共是1363的。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油量的显示，左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电量的一个显示还剩余85千米，相当于还是满油满电的话，大概还可以跑1400公里这个样子。那我们这款车的话如何启动呢？我们这边可以看到，我们有个一键启动，踩住刹车同时也可以按可不按，它都有智能上下电。这个配置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。我们上车启动的话，就直接在我们档把这边进行一个挂档操作。那我们挂档的时候，可能说有个小细节要大家注意了。那我们这边有个解锁按键，捏住边上解锁按键，踩住刹车同时往后一拉，这边屏幕上会有显示一个低档，就可以起步了。我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仪表盘和中控这边的话都是没有一个手刹的一个标识的，没有实体按键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全方位都取消了一个实体按键的一个操作，就直接起步就可以了。按菜宇航。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话显示0-100测试的话是一个6秒7。那我们官标的话是一个7秒5。其实的话，我们续航，其实我们的话一个动力测试的话，一般都是按一个2至3人、3至4人这种的一个标准设定的。这是没有什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进入快速路了。接下来由我带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高速路比较省心的一个小功能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智能领航一个功能开启。那在我们的多功能方向盘上的这个按键按一键开启过后，它就会接管我们的方向盘，但是我们全程过程中还是可以轻扶着方向盘，因为毕竟安全在责任人更多的在于自己。那我们开启过后呢，它就接管我们的一个油门以及刹车。那我们如果觉得这个速度比较慢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这边进行一个速度的加减。我们往轻拨一下，它是一个每一次以5迈的一个时速。当前的话，我设定是一个为80。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前面走得太慢了，我想变道，那我们就拨个打转向灯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控制我们的方向盘了。因为刚刚我们开的一个车道保持，这边的话是方向盘会处于一个接管的一个情况下。当前的话，我速度已经加到105了。那可以看到我们前方是有车的，这种情况它还是帮我们采取了一个刹车制动，保持一个跟车的一个状态。当我们前方的车辆加速了，它也会继续保持我刚刚设定的时速进行一个加速。如果觉得跟车距离太远了，我们这边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跟车的距离设定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分为4档，当前的话调节为跟车3档。我们可以再减小一点，可以由此发现我们的跟车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。那我们每一档的话的跟车的间距都是不一样的。那这种情况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紧急自动的踩一脚刹车，它也是可以进行退出的，进入一个驾驶员的接管情况。包括我们现在左方是有车的，我们仪表盘上面也会显示一个雷达，会显示一个有车的标识，这样的话是更安全一点，提醒我们不要变道。现在它是一个这个纯电的模式吧？当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混动模式。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能量流。这边的话其实混动模式的话还是处于一个优先用电的情况下，这边一个优先用电机。如果我想用纯电的话，我们这边也可以进行一个模式的切换。我们行驶模式往上一推，就变成了 EV， 这边可以显示为纯电模式。如果我们想用油和电一起的话，同时工作的话，我们往下一波就变成了 HEV。HEV 的话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个以单电的为主，对不对？我们
油门加重一点的情况下，它发动机这边也可以看到，我们发动机处于一个橙色状态，也是进行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了。它这边这个负17千瓦这种，它是动能回收吗？对我们这边的话，可以看我们现在是一个正数值1922，它这种的话，相当于是我们那个电机的一个功耗，相当于我们每踩下去的一个跟我们油车的转速是类似的。然后比如说现在是处于一个负数值的话，是我没有踩油门，它是在回能的一个状态，反向给我们电池充电的。这样的话，大大提升我们的一个续航。比如说你现在能查到它现在的实时油耗吗？我们这边的话也可以一目了然看到这边的一个能耗清单。我们当前的话，电耗是12.7，平均油耗的话是1.5升每100公里，也是非常低的哈。